随着美国大兵远去的脚步，越南终于实现了国家的统一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由此成立。然而，正当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为越南感到高兴时，刚刚才遭受过侵略伤害的越南却突然向邻近的柬埔寨发起进攻，甚至一度将战线推到中国边境。1979年2月17号，在多次警告无果的前提下，忍无可忍的中国宣布对越展开反击。至此，一场奠定中国100年发展大计的战争正式揭开帷幕。对越自卫反击战到底在打什么？关于这个问题，可能大部分的朋友都会认为是越南先动了手，所以我们才会进行反击。当然，这样的想法并没有错，只不过这是结果论得出的观点。而在1978年11月，邓小平同志访问新加坡时，与李光耀先生的会面中，也曾回答过这个问题。他表示，越南多年来便有成立中南半岛联邦的美梦，直接点来说，就是越南想要称霸中南。越南战争结束以后，国际局势发生了巨变，美国接二连三的失败，使其被迫开始收缩在亚洲的力量。与之相对的是，苏联开始向亚洲扩张。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，越共领导人胡志明去世后，李隼走上了台前。作为一名坚定的务实主义者，李隼本身早就埋藏着要建立区域霸权的野心。于是就这样，希望建立霸权的越南与想要将势力扩展到南亚的苏联一拍即合，很快便走到了一起。1978年6月，越南加入京沪会。同年11月，苏越两国签订苏越友好合作条约。根据协议规定，一旦两国中有任何一国成为他国进攻对象，或受到进攻威胁，则缔约双方将立即进行协商，采取有效的措施消除这种威胁。很显然，这就是一份典型的军事协约。而正是有苏联在背后的这种支持，才让后来的越南有恃无恐。1978年12月25号，越南发动20万军队入侵柬埔寨。这场战争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，越南一方都毫无正义性可言。在抗美战争期间，柬埔寨曾将邦站、查礁、蒙多基里等多个边境地区借给越南，以作为后者的抗美后方基地。然而，在战争结束之后，越南却并没有要把这些领土还给柬埔寨的意思。越南一边效仿苏联的勃列日涅夫主义，提出柬埔寨与越南实行共同的外交政策和经济政策，一边又要搞所谓的印度支那经济合作计划，建立联合部队等，企图引诱柬埔寨使其变成自己的卫星国。但越南这些精心设计的计划最终都遭到了后者的拒绝。于是，在各种软硬兼施的手段均宣告失败以后，越南便决心通过武力迫使柬埔寨投降，战争随即爆发。上世纪70年代对于中国来说绝对是最艰难的一段时期，也是没有人知道中国的未来如何，就连邓小平同志都在与李光耀的谈话中说道，中国想要恢复过来，那需要很长的时间。但战争迫在眉睫，敌人显然是不会给中国这个喘息时间的。1978年8月，越南200多名军人越过中越边界，悍然侵占中国普拈岭。同年11月，越南再次入侵中国广西，将枪口对准普通中国民众，一手炮制了惨绝人寰的廷好山流血事件。面对中国政府的警告，越南不仅没有停手，反而变本加厉，不仅侵占中国南海岛屿，并且叫嚣不仅海洋、广西、广东也是我们。越南为什么这么狂妄？答案很简单，因为如果单从纸面实力来看，当时的中国肯定要逊色于越南。在美军败逃之后，越南继承了美国丢弃的100多亿美械装备，超过150万的越南军人在数十年的战争中早已百炼成钢，更别提后面还有超级大国苏联撑腰。于此背景之下，当时的越南自称世界第3军事强国，可能还真不是什么大话。另一边，中国上次的对外军事行动还是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，武器装备研制几乎停摆，战斗力难免令人产生质疑。正是因为这样，哪怕当时越南已经开始入侵，很多国家依旧认为中国不会反击。来自英国《泰晤士报》的中国问题专家大卫·伯纳维亚甚至信誓旦旦地跟李光耀打赌，邓小平的警告不过是空口唬人，苏联海军已经进入南中国海，中国怎么可能敢反击呢？然而，仅仅2天之后，中国便打了他的脸。中国心口如一，中国人从不隐瞒自己的看法，说一句就是一句。同样是在与李光耀的会面中，邓小平同志表示，朝鲜战争期间，中国发表声明说，一旦美国逼近鸭绿江，中国就不能坐视不理。美国人却对此不加理会。所以在外交政策上，中国人怎么想就怎么说，没兴趣再重复了。中国不打无准备之仗。1978年12月，中国开始大规模军队调动，云南、广州2军区同时进入1级战备状态。另外，新疆、内蒙、东北也将战备等级上升为1级。
中国已经做好准备与苏越两国同时开战。1979年1月，邓小平同志访问美国，在一些细节尚未谈妥的情况下，中美提前恢复邦交。中国不需要美国援助，但需要确保美国不会乘人之危。终于在各方准备全部妥协之后，1979年2月17号凌晨，雄赳赳气昂昂，中国之舰再次出鞘。不得不说，关于这场战争的真实情况，并没有我们现在看到的那样轻松。由于越南北部特殊的地形环境，不管是战术思想还是相对陈旧的武器装备，都严重制约了中国军队发挥出全部的实力，进而出现了一些不必要的损失。但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，上百年的屈辱史让中国人从来就不怕打逆风仗。抗日战争、朝鲜战争对应自卫反击战、珍宝岛冲突。如果从战争真的是只看纸面实力，中国哪一个占据到了上风？可胜利却全部都属于中国，这恰恰说明中国人不信命。1979年3月4号，伴随着谅山战役结束，中国部队距离越南首都河内只剩不到150公里的距离，期间再无任何屏障。战争发展到这里，才仅仅过去半个月时间，越南的败局却几乎已经确定。可能有人会问，越南不是和苏联签署了军事协议吗？苏联去哪里了？其实在这短短的半个月里，李隼曾不止一次地向苏联求援，但苏联却仅仅只是给予安慰，并没有任何实质性行动。为什么？这里面的因素有很多，我们姑且谈一谈国际因素。在战争期间，美国总统卡特向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寄去了一封信件。在信中，卡特总统表示，如果苏联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，美国将重新估价其在远东的安全地位，并在军事上做出反应。换言之，如果苏联掺和进这场战争，向中国出手，那么美国也不介意与苏联掰掰手腕。于是，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之下，苏联最终果断抛弃了越南。1979年3月5号，在已经取得了战争绝对优势的情况之下，中国突然宣布鸣金收兵，开始有序撤出越南境内。3月16号，中国边防部队已经全部撤离越南，除了收复原本就属于我们的普拈岭与廷好山地区以外，中国对越南秋毫无犯。可能很多人会感到疑惑，为什么中国不选择乘胜追击？毕竟从当时的种种情况来看，中国灭国越南都是唾手可得的事情，如今半途而废，难道不怕放虎归山吗？实际上，想要弄清楚这个问题，就要明白中国进行这场战争的目的是什么。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重在自卫反击，是给越南一个教训，而无益越南国土。须知战争是手段而非目的，如果一味的依赖战争去解决问题，其结果只会产生更大的矛盾。中国说话算话，教训完越南就迅速撤回，越南却赖在柬埔寨不走，孰是孰非，显然已经大白于天下。最终，越南只得被迫放弃自己对整个中南半岛的霸权野心。另一方面，彼时的中国需要的是建设，不是战争，是与民休息，而非穷兵黩武。1978年，中国改革开放正式扬帆起航，对越自卫反击战为中国换来了和平的发展环境，换来了身为大国的信誉，也换来了中国历史的又一次转折。此后，饥饿成为历史，贫穷成为回忆。如今一晃40多年过去，很多事情都已经沧海桑田，但放眼中华大地，触目之处皆是繁荣昌盛，这显然是比战争胜利还要重要的胜利。或许正如一位亲身经历越战的老兵说的那样，只有和平才会有好日子，希望以后再也不要有战争。